李长寿淡定地道了一句：“还请各位动手，将此凶手拿下。”诺。那位龙首老者抱拳应答，转身发出一声震天龙吟，包围金蝉子的3位龙族高手齐齐出手。金蝉子捻刀轻笑，身形在原地诡异地消失不见了。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有些茫然的北海龙宫太子身后。一把薄翼短刃抵在了这龙太子的脖颈，与此同时，几只薄薄的刀刃出现在了西海、南海龙太子的背后脖颈处，3名龙太子瞬间被制。那3头远古战龙只得顿住身形。见此状，远在千里之外的敖甲立刻机警地躲到了那位龙首老者身后，在这龙首老者肩头远远眺望。金蝉子的目光扫过各处，犹自镇定自若。显然此前就已经算计好了这般脱身之法。他笑道：“贫道善挪移，有急速，各位想留我，怕是有些麻烦。海神，咱们不如趁此机会再谈上一谈。上次与海神相谈过后，总觉得是被海神带偏了话语，未能表达心底所想。”李长寿淡然：“我与你没什么好谈的。金蝉子，你真敢杀这3位殿下吗？你西方是要龙族听命，还是要龙族与你们不死不休？”海神怕是误会了。金蝉子冷然道：“贫道不过是山野闲修客，与西方灵山并无关系。”是吗？上次道友那大道士言还在我耳畔，如今怎么就不敢认自己的背后靠山了？莫非是已经被扫地出门了？笑话！金蝉子冷喝一声，这次倒是谨慎了许多，并未继续分辨。正此时，李长寿听到了一缕传声，那嗓音妩媚柔软，又带着少许怯弱，有一种刻意营造出的娇花之感。“大人，奴家已经到了，您可对海中那条翻肚皮的灵鱼传声，奴家此时就躲在千里之外。”却是文静道人已经赶到了。一段时间没联系，怎么自称都变了呢？李长寿立刻对那灵鱼传声叮嘱道：“稍后若金蝉子能逃出去，你就趁机救他一把，记得不要展露自己的身形。稍后若金蝉子逃不出去，你就不必现身，也就当自己从未来过此地。”文静道人顿时传声回答：“奴家遵命。大人，西方教也有高手暗中躲藏在此地，还请大人多加小心。”李长寿闻言倒是微微一笑，这一点此前已经有考虑。刚安排好文静道人，又听金蝉子朗声道：“海神为何停在600里外？莫非是怕了？若贫道所料不错，海神此时用的还是化身，怎的连跟贫道坐而相谈的气魄都没有？”“这是激将法呀！”李长寿淡然道：“与我论道皆英豪，坐而同饮非宵小。反激将！”“好一个皆英豪！”金蝉子反讽一声：“若说宵小，你身后这2人又是何人？看他们气息平平，又带着少许天庭功德，也不过是天庭小神罢了。怎么，贫道莫非连他们都不如？”听闻此言，东木公大喝一声：“你这……哎！”玉帝含笑将东木公的话语打断，也并未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金蝉子。李长寿直接骂道：“哼，荒谬，可笑！金蝉子，你神通论英豪，却不知贫道所说是德行2字，所言是性情之事。看看你这行径，此时以3位殿下性命要挟，还要与贫道坐而论道，可以说毫无廉耻，如何当不得宵小2字？”“好你个海神，尖嘴利牙，贫道说不过你！”金蝉子目光中凶光绽放，话音一落，金光涌动，身影直接消失不见。
那3位远古战龙几乎同时对着高空某处挥拳，乾坤动荡，云朵崩碎，但却毫无所获。一位战龙突然大喝：“海神当心！”李长寿的心底警兆突起，100丈之外的海面上诡异地出现了一口黑色漩涡，其内射出了6道微弱金光。就在这一瞬，李长寿自左，东木公自右，齐齐低跃，挡在玉帝的身前。李长寿张开手臂，东木公奋不顾身，2个人的面色都是那般的视死如归，就差直接喊几声护驾，快护驾！玉帝的额头挂满了黑线，差点直接拍飞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借着李长寿与东木公的遮掩，玉帝手指轻轻一点，一束白光自上而下，笼罩住李长寿的指导人。就听叮叮几声轻响，6把金色薄刃被白光轻松挡飞。玉帝的目中又射出了2束白光，这白光交汇，凝成了一把巨剑，斩入漩涡中。漩涡中传出一声痛哼，有一道模糊的身影轻轻震颤，随之与这漩涡一同消失不见，只有一抔鲜血自空中洒落。金蝉子有些凶厉的话语声从4面8方传来：“不曾想，天也是藏龙卧虎，只贫道领教了，藏而不露，惊人，道英豪，识宵小计。”哈哈哈哈哈！李长寿暗中观察了一下玉帝陛下的面色，心底略微抽搐。这兄弟还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唉，玉帝哥哥，总算是知道为什么你转世去取经的时候会被某不愿意暴露姓名的天庭卷帘大将按死9次了。玉帝双目笼罩白光，注视着高空某个方向，对着李长寿传声：“有人接应，让他逃了。”陛下，接应他的是谁？一名女子，应也是凶手跟讲。啊，陛下觉得那女子如何？哎，爱卿不要瞎想。吾与吴师妹乃天地姻缘之表率，不可行轻浮猛浪之事。陛下这话还真不能细品。清澈的灵液自石乳滑落，落在小小的清潭中。五步洲边缘，大地深处，一处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岩洞中，金蝉子盘坐在灵池旁，面色苍白，长袍染血，浑身紧绷着，时不时的轻颤，嘴边的微笑带着少许勉强。他在怕？开什么玩笑！堂堂鸿蒙凶兽，本体6尺金蝉，天赋乾坤神通，被西方收服还是因为圣人亲自出手擒拿，那能叫怕吗？他只是在恐惧罢了。而这般恐惧的情绪完全来自于本能，来源于金蝉子身旁那一道模糊不定的倩影。金蝉子身侧那身着血色纱衣的女子轻摇莲步，妖娆的身影宛若迷雾凝成，一根仙指轻轻地触碰在金蝉子额头，缓缓划过。前辈，金蝉子含笑道：“多谢前辈救命之恩。”这笑声清灵之中还带着几分娇懒，明明是如此的轻柔婉转，但是落在金蝉子的耳中却显得异常的刺耳。金蝉子自认若自己未有伤势，倒也不会怕了这只黑赤血纹，就算是动手，胜负五五开，自己也能仗着神通脱身。但是此时他被那名天庭仙神目中神剑斩伤，又被身旁这女子抢占了先机。我救了你。自然。金蝉子含笑答着，但他的话音刚落，喉结就不由自主地轻轻颤动。文静道人的一只玉足踩在他身侧的石板上，缓缓俯身，那张足以潦倒众生的面庞带着几分玩味。他略微靠近金蝉子侧脸，轻轻地嗅了嗅。你的血怎么就那般恶臭，让我毫无食欲。
金蝉子皮笑肉不笑，多谢前辈关照，你我同为两位老爷做事，自是不能起内讧。哼！文静道人身影轻轻一闪，出现在了水潭的另一侧，凤目之中流露着淡淡的不屑。可莫要左一句前辈右一句前辈的叫了，我与你并不相熟，今日救你不过是偶然路过，若不救，怕会被教内责怪。记住，凡事不要做得太绝，有好肉就给旁人留一口，不然下次再这般见你，就不是取你一缕元神这般简单了。言说之中，文静道人缓缓抬起左手，葱白如玉的指尖缠绕着一缕缕血气，凝成了一只血蝉的虚影。他先指轻轻捏弄，那血蝉顿时炸碎。什么时候？金蝉子面色顿时苍白了几分，身躯一阵轻颤抖动，目中凶光逼人。但是文静道人冷哼了一声，却是不再多看他一眼。柔软的腰肢略微晃动，身影随之消失不见，只留下那少许轻笑，一抹血红，以及在金蝉子听来有些刺耳的金蝉子那清秀的面庞微微颤抖，左手攥拳，方圆千里内的大地深处不断的轰鸣。文静道人应该知道后续该如何做吧？李长寿的心底思量着，他对文静道人的办事能力比对赵大爷的碰瓷儿能力还要更放心一些。今日让文静道人赶来此地，自然不是为了给玉帝陛下过过眼。后事谁都无法预测，人心最是难以捉摸。在与文静道人有关的事情上，李长寿必须在玉帝面前留一手，无他，封神大劫的最终获益者是天庭与西方教。若说二者在封神时有所联动，那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提前让玉帝知晓了文静道人是人教埋在西方的暗棋，说不定在今后就会成为谈条件的筹码。封神大劫时，玉帝也是半个执棋者，绝不能单以人性去评判。这一点李长寿那几年制定龙族策略时就已经无比明确。今天让文静道人见机行事，若金蝉子能逃走，就让文静道人去接应金蝉子，看似是雪中送炭，实则锦上添花，由此做戏给西方看。后续处置上，若文静道人心计不足，会对金蝉子表露善意；若是文静考虑全面一些，应是趁机给金蝉子两拳，警告他以后不要独占功劳，如此可更得西方教的信任，多一份保险，多一分安稳。此刻李长寿以海神的身份，带着玉帝和东木公化作的两位辅神，已经是到了那艘龙族的仙舟上。闻讯而来的西海龙宫大队兵马已然将这里团团包围，几名龙子向前行礼，西海龙王家的敖氏更是声泪俱下，言说自己交友不慎，竟然引狼入室。长庚爱卿，玉帝传声提醒道，这几名龙子的元神有些异样。李长寿传声回道，陛下，这是那边常用的手段，龙族高手已是看出异样，咱们倒是不便多问此事。玉帝笑着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很快玉帝就发现情况比李长寿所说的还要麻烦一些。此时西海龙宫涌出的大批人马中，修为境界相当于是人族炼气是天仙境之上者2/3都有问题。换而言之，他们被大批的二五仔给包围了起来。随后玉帝便看着李长寿在那儿与这些西方教的傀儡寒暄说笑，左右应对。这当真是近看满目欢声笑语，远看尽是背后藏刀。玉帝目中流露出几分思索，少许决然，但是随之就恢复成了此前的清明。一旁的东木公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刻的玉帝陛下似乎有了些许的不同。
李长寿在前寒暄一阵，南北方向飞来数百条苍龙，临近仙州时各自化作人形。教主哥哥，敖乙带着数百高手赶来，远远地对着李长寿抱拳行礼。李长寿淡定地点点头，并未点破玉帝陛下的身份。这次李长寿对敖乙的先见之明不吝夸赞之词，在玉帝面前狠狠地称赞了敖乙一阵。待龙族高手向前对李长寿道了谢，玉帝传声道：长庚，咱们回吧，此地也无甚趣事。李长寿便对龙族高手说了告辞，临走前还叮嘱敖乙，让他不要忘记安排巡海小神在四海巡逻。临别前，李长寿又对敖乙道：处理好各处事务之后，你来一趟安水城，我有一物要交予你。好。敖乙低头抱拳行礼，送李长寿三人离去。片刻之后，李长寿驾着木船在西海之地继续逛荡。他与东木公都发现玉帝的神情有些不对，与此前玉帝刚下凡时的恬淡安逸完全不同了，似乎有啥心事。东木公与李长寿的眼神交流了一下，两个人尽皆有些迷惑。又片刻之后，玉帝摆手停了歌舞乐曲，将杯中的久久专供清酿一饮而尽。罢了。李长寿与东木公同时站起身来，玉帝轻轻一叹，起身注视着李长寿，抬手拍了拍李长寿的肩头。如今天庭刚起步，让长庚爱卿你受苦了。李长寿心想，不苦，多加一点功德就行。玉帝又道：吾今日得见爱卿如何与西方强人周旋，与那些龙族各怀鬼胎者寒暄，心有恨焉。吾天庭之重臣，何以就被一只凶手如此欺凌？吾封下的四海正神，何以要与那些不堪之生灵谈笑往来？木公何在？东木公立刻躬身领命：老臣在。